我叫姚奎栋，我来自沈阳，也打了4、5年的业余羽毛球了。那么这次有幸能和肖老师直接面对面的进行请教呢，感觉非常荣幸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肖老师。要不我先打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我刚刚看了，就是打了几下，你打4年多吧，练相当不错了，谢谢到这样的程度，特别反手，反手很漂亮，发力。那么我初步看了一下，我觉得你主要有3个问题。首先我们看一下你的发球，你的这个发球姿势啊，主要的问题是什么？你看你没打球之前，你已经把你的整个都让给对方了。这个问题原来还没有想到，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没有余地了，你没有用上腰部，没有带动你的手臂，然后把这个球击出去。所以你这个动作看起来是脱节的。你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步伐，就是慢的。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？就你首先你启动的时候啊，你没有用上小腿跟的踝关节的力量。第一步没有突然的爆发力，你没吃上劲儿，所以呢。没有速度，没有加速度，你只能是抬腿迈步，这样就很慢。再一点呢，你的腰部啊，你的腰没有很好的衔接。你看，你注意看你的正手，你都是正面，腰部基本没有动作，没有用上，没有蹬转，像后场球你没有蹬转这一步。还有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，小姚你注意啊，你的反手球发力。已经很不错了。那么我觉得，如果你在那个握拍上，你能够再细化一下，你就会更好。对，你注意看，刚才这个动作停住一下，击球完以后，你的那样的握拍的手型啊，你注意，好停，你看你的这紧紧的这样子拽在这，你只可以出一个球比较有把握，就是斜线球，搁在这个拍框上。那么如果你能够稍微的调整一下，把这个手再放的灵活一点，你可以击直线球、后场球、前场吊球，你就很随意。对。首要的，你只要记着，你不能够面对碗。你要用你的左肩对碗发球之前，那么不管是你发右场区，或者是你发左场区，首先左肩对碗。站的时候是丁字形的站位，我的身体重心发球之前是在我的右脚上，那么我持拍准备自然。这样的话，你的对手不知道你要打什么球，不是像你一来就这样子。暴露，那么你侧身对碗，然后当我的手，你看这个手一放球的同时，我的身体往前移，同时腰开始转，带动，腰转腰开始带动手背引拍转体击球，引拍转体击球。你任意发哪一点，对方是接，他是等于被动的去接你的，你是主动的意愿的这样发，一定要强调一个隐蔽。发球的动作一致性，我这个发了一个高远球，然后我再一转身，我发一个小球。平高球，我还可以再平射球，你试一下，还可以再侧一点。你这个丁字形的站，首先你站位要就站成这样丁字形，对，把左肩对碗，这个后面的手这个拍子可以放松一点，搁在这啊，对。
好，对，好多了，开始走，好，开始，好一些，然后注意往上走，你的下一个问题，步伐慢，你的步伐慢是慢在哪里呢？慢在你的启动出去，你没有速度，没有加速度，慢在这，加不起的原因就是你不会用力，你吃不在力。对对对。你启动是匀速的，你的步伐是，比方说前场球来，你是这样抬脚，启动的时候没有一个加速度，没有一个力，你不会用小腿踝关节这一步的力量。启动的时候得把你的脚立起来，脚后跟。你看我的脚，这样你得蹬地跳一下，借它这个蹬地的这个力，一个爆发力，你看你就加速度。你看我的脚左边，啪，就很快，不能够抬高了，几乎抬高你浪费时间。你擦着地面起，你看一个就像有一个人突然给你一个力，推你一下。那你还有一个什么样问题呢？你的腰部往后的时候，你的腰是正面，没动作，很慢，这样子打球，头顶这面有点后仰是吧？你往后退的时候，用右脚的力，左脚为轴心，蹬地侧身，你得侧过来。你看第一步，你觉得是不是很快？对对。你一个并步接过来，对，你就可以击球。这边也一样。你看我的脚啊，蹬地或速度蹬地，整个侧过来。对。你可以加强一下这个小腿踝关节的力量，你可以练一些跳绳。再一个呢，在场上的第一步，你可以做一些这样的练习。场地不是前面2点，后场2点，侧面2点，6点的第一步，你首先要练第一步。看在我的手，好，我的手一动，你就怎么样呢？你就启动。好的。启动，你跳一下，启动，然后我的手哪个方向走，你就往哪个方向迈第一步。好的。试一试啊，右脚前半步小一点，与肩同宽。好，准备走，走。好，只要第一步，走，走。不对，这就不对。你给我指一下，我来做给你看。你看，你准备着，然后我第一步出来。然后侧面，你看，就这样练第一步。不要范围不要大，缩小范围，把这个启动的第一步这个问题，速度跟着力量用出来。只要一步，我只要一步，走。哎，后场，好，再来后场。好，停！你看你这个后面啊，你刚才是没有侧身，这样子，你现在是侧过了。这样，太过了，浪费时间，也不能不侧身，也不能侧过。启动的时候，啪，一个角度，我就是退到后场这个角度，这个就行了，你不能太过。也不能正面。是不是这个侧过来的时候，这个肩还是要对着碗？左肩对碗。你把这个练习觉得练的掌握了，那么下面呢，你可以就是用上球，你要练你的往前的速度，你可以这样，我给你做一下，强调第一步练的时候，第一步要有，然后启动，回来，你看，
启动。往后怎么样快呢？我可以在前场只做步法挥拍，然后到中场你要突出启动，然后击这个球。我给你演示一下，你看一下。启动，启动，中间这一下。对。你来试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好，开始吧。不突出啊，你一定要用到。没出来。你就是跟腱，你看我的这个脚，啪，这个蹬地，这个要有。再试一下，我看。好，走。哎，不错。你现在你有什么样的感觉？你有没有觉得往后退的时候，或者往前走的时候，都有一个像推了你一下，突然的一个速度？对。或者是休息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拿着，那么你可以正手握拍，反手握拍。自己呢，开始的时候先用眼睛看着，正反。那当你熟练了以后的话，你可以可能转换几次，变换一下，然后再自己给自己一个提示。变换以后，你说正手握拍，你马上握在正手，就不用眼睛去看，感觉的你就能做出来。那么也可以，比方说那个赵赵，原来咱们不是也经常有这样的办法，就是比方说那个给一些口令，那么。要不你来试一下，你给我口令，我给你口令，然后你来做。业余的就是。对，比方说你先随便的握着，然后我说正手握拍。啊，好。好。我听听看，我主要现在在练我反应呢，我。再换一下，真的反手握拍。对，你看马上就照到，马上反手，然后呢再。你可千万不要讲我错了。然后回原，然后再正手握拍。哎，对，要还原嘛。蛮复杂的嘛。哪里复杂？你打完反手球，你一直停在反手，不可能的吧？如果我的话，我想可能没有那么规矩了。你怎么做？我比较野的。怎么个野法？我不是说怎么野法，因为很多东西确实就是说，你作为业余来说哈，比如说刚才他打的是这个反拍。反拍，从反拍。说实话，他打完以后啊，你说他突然那个球回来又是正拍，马上换。他转不过来。对。他可以这样打。而且我觉得很多情况下，包括像专业的、职业的球员，他们在场上也有这样的情况啊，所以不是不可以用。那除此之外，对于这个握拍，像他们这个问题，就是怎么使他们变得活一点？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手指首先要灵活。刚才你讲的，其实这种方式转拍子啊，包括像这样去转的，这些都是让你的手指灵活一点。对，这个他们现在这个转不过来，一方面就是不熟悉，还有一个就是不灵活。目的就是这个。你说有特别的捷径，我觉得没有，还是让你可以这样玩是可以，这些方式都是让你的手指灵活。再一个就是要多做。你可以固定一下，比如说先固定练一些反拍，先固定练一些正拍啊，然后做多一些挥这样的东西。包括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挥拍，其实挥拍的时候，你正手反拍，它就已经在换了。对。这样挥拍也是加强它一个意识。我想希望也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讲解，也让这个观众了解一下，正确的是由肖指导讲的。有一些比较随性的话，那就是像我刚才讲，因为作为一个业余，我想只要他能够让自己打得舒服，这是一个前提啊，然后再讲它的合理性。